俄乌冲突已经接近1年的时间，从当前形势来看，这场冲突仍看不到结束的迹象。新年伊始，也就是1月11号，俄国防部突然任命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为新的乌克兰区域内的联合部队总指挥，引发外界广泛关注与猜测。那么，俄罗斯为何突然换帅？格拉西莫夫究竟是谁？此次换上高级别将领担任指挥官，普京有何盘算？有分析指出，格拉西莫夫接过的是一个烫手山芋。那么，他能否解决未来俄军在对乌行动当中的问题呢？一起来洞察关键。格拉西莫夫的最新任命意味着所有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部队，包括国防部、瓦格纳集团、国民禁卫军以及其他机构所属部队等，都在他的统辖之下。《纽约时报》称，格拉西莫夫是莫斯科策划对乌军事行动核心3人组成员之一，另外2位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国防部长绍伊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格拉西莫夫被任命为总指挥官，与扩大特别军事行动任务范围有关。让总参谋长担任战区司令这明显的是属于高配让格拉西莫夫呢担任战区司令，很明显，普京呢还是对格拉西莫夫寄予厚望的。毕竟呢，俄乌冲突打到现在呢，时间太长了，对俄罗斯来说呢，他也感到呢不好受，因为呢这种消耗是让俄罗斯呢是不管经济也好，还是呢在军事政治上，这个损伤呢都挺大的。因此呢，普京也希望呢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取得明显的战果，最终使得呢乌克兰还有西方呢跟俄罗斯谈判，以便呢结束俄乌冲突，让俄罗斯能够呢喘口气儿去养伤。关于对乌军事行动指挥官的调整，俄方的解释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2方面：第一，统调和协调的需要。俄消息报1月12号分析说，直到最近，苏罗维金作为曾经对乌军事行动的总指挥，还没有权力向远程航空兵、海军、总参情报局等部门下达命令。随着对格拉西莫夫的任命，可以说俄军所有军事力量都可以用于完成作战任务。第二，暗示对乌行动将迅速升级。消息报引用俄军事专家舒雷金的话说，对敌行动将迅速升级。在乌克兰战场上呢，俄军作战部队是很多的，包括俄罗斯正规军、国民禁卫军、瓦格纳雇佣兵，还有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的民间武装，这些作战力量互不隶属让苏罗维金呢去进行统一指挥的话，资历不够，底下的这些各个作战部队不一定呢去听他的命令。但是呢，格拉西莫夫就不一样，他是俄军总参谋长，资历够，能力也强，所以只有他能够呢把乌克兰战场上的俄军各个部队去统一指挥起来。所以俄军这次换帅呢，就是让俄军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更好的在前线的进行作战，防止呢作战脱节。不过，对于俄军这一人事变动，西方有不同看法。美国《纽约时报》网站认为，俄罗斯再次更换乌克兰战场军事指挥官，这是其行动止步不前的最新迹象。还有分析认为，这项任命违反了所有现有的军事指挥规则。这一决定揭示了事情并未按计划进行。事实上，任命3军总参谋长出任前线战场总指挥，无论在俄罗斯或者他国都是稀有之举。莫斯科一名匿名人士表示，这种事情只在历史上发生过1次。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朱可夫大将继梅列茨科夫大将之后任总参谋长，当年10月担任西方面军司令，指挥保卫莫斯科战役，一举扭转了战争局面。由此，朱可夫在苏德战争中立下卓越功勋，被公认为是第2次世界大战中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和朱可夫一样，格拉西莫夫也是从基层部队成长起来的。他曾在北方集群和远东军区历任坦克排排长、坦克连连长、坦克营参谋长、营长。1998年起，他先后在北高加索军区的第58军任参谋长和副司令。1999年第2次车臣战争爆发后，格拉西莫夫先后指挥过西线和南线集团军作战，为车臣战争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而第2次车臣战争正是普京指挥作战，由此格拉西莫夫进入普京视野。格拉西莫夫既有基层各级主官经验，又有过大机关任职经历，还作为指挥官参加过实战，且是俄军内部唯一一个在东南西北中各大军区任过职的将军，对俄军各个层面的部队都有深入的了解。俄国防部长绍伊古赞誉他是一名兵味已达其头发根部的职业军人。另外，格拉西莫夫不仅治军严格，还特别善于思考。
在俄罗斯军界，他发明了一种格拉西莫夫战术。这种战术就是以政治、经济及人道援助等非军事手段为主，辅之以空军、特种部队及强化信息战等不对称的军事措施，最终达成政治或战略目的。格拉西莫夫的从军履历呢是很亮眼的。此人呢不光是有实战经验，更可贵的是他在战场上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呢采用灵活的战术。除了实战能力强之外呢，格拉西莫夫的军事理论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混合战争理论就是格拉西莫夫提出来的嘛，在世界上呢也是备受推崇而被换掉的苏罗维金，2022年10月份被任命为俄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不成想不到4个月就迎来打击。1966年，苏罗维金出生于远东的新西伯利亚市。1987年，他从鄂木斯克高等军事指挥学校毕业，并获得金质奖章。1995年9月，他以优异的成绩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远赴塔吉克斯坦，继续当一名普通的摩步营营长。这期间，苏罗维金经历了与叛乱分子、极端武装的战斗，积累了不少实战经验。2000年，普京就任俄总统后，开始推进军事改革，以重振俄罗斯军力。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苏罗维金进入高层事业。2002年，堪称学霸的他，以优异成绩从俄总参军事学院毕业后，就被任命为第34摩步师师长，并晋升为少将军衔。2013年，47岁的苏罗维金出任东部军区司令员，并被授予上将军衔。东部军区在俄4大军区中管辖范围最大，主要作战对手是日韩及驻东北亚美军，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任职期间，苏罗维金对日态度强硬，并加强对所辖北极区域的控制。2017年3月，苏罗维金调任驻叙利亚俄军司令员，半年后被任命为俄空天军总司令。英国媒体称，苏罗维金的绰号是猛将和大决战将军，俄罗斯媒体则叫他末日将军。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曾评价他熟知如何与轰炸机和导弹打交道。苏罗维金也确实在担任队伍行动总指挥期间，大量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这一战略也打破了乌克兰军队在前线的势头。一方面，预备役士兵向前线转移，在人力资源方面加强了俄罗斯的力量；同时，针对前线后方的基础设施，则开始打击乌克兰士兵的士气。不过，就是在苏罗维金手中，俄军直接放弃了战略要地赫尔松市。赫尔松市的地理位置相当关键，俄军在该地区的后撤，让普京在国内外承受巨大压力。好，今天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3位嘉宾来与我们共同在线解读，他们分别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宇，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杨雷，以及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韩克迪。1月11号，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被任命为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总指挥。这是俄方呢，时隔3个月再次进行换帅。陈先生怎么来看2023年新年伊始这样的一个动作？现在重新的来任命俄军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总指挥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显然还是对此前的战局感到不满包括像这个哈尔科夫大反攻，包括像赫尔松大反攻等等，都使俄罗斯丢失了一些他过去控制的这样的区域。那么我想现在换帅呢，显然也是想重新调整这个军事指挥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和结构，那么来争取在冬天取得更大的战果。另外一方面呢，我认为他这次换帅呢，实际上也是对这个俄军的这个指挥系统，那么来进行一个新的调整。那么我想现在让担任总参谋长的格拉西莫夫来亲自担任俄军的这个总指挥，显然也是要加强各军种的协调。那韩先生，您根据格拉西莫夫他的个人履历、个人经历，或者说他的性格特点，怎么来评价这个人？我觉得格拉西莫夫将军是一个具有很高军事素养的一个军人，履历非常的完整。2022年的这个军事行动的计划也是以他为首的俄罗斯总参谋部制定的。这个计划应该说非常富有想象力，超出了大多数人，包括很多国际上的军事领导人的一个判断。杨先生，您看到现在俄军呢，把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这个指挥人员，他的职务级别提升了，直接变成了总参谋长这样一个级别。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知道苏罗维金他就是不熟悉其他类型的部队，他跟以前从来没有服从关系的这个黑海舰队实际上就是指挥不动有时候就必须
面临这样非常复杂的这样一些军种之间的协调问题，而格拉西莫夫就可以有效的解决这种区域或者不协调的现象。那么格拉西莫夫的这一任命同时也表明俄罗斯更加重视在乌克兰的这场特别军事行动冲突的规模和强度都可能会大大的扩大。好，陈先生，您觉得格拉西莫夫的上任能够达到俄罗斯高层对他的期待吗？他的上任能在多大程度上扭转俄军在战场上的形势？现在这个俄军前段时间进展不利它实际上主要还是因为那么首先是军事人员的这样的不足，兵员补充不足。那么军事装备军工产业的生产能力实际上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那么包括军事指挥、那么情报等等各方面的系统呢，也都存在的比西方落后的这样的情况。我想换帅的话，从根本上可能无法来改变这样的状况。那么我想接下去如果要说俄军怎么样来继续的进攻，那么达到他目的恐怕还是要继续的来加强他这个军事指挥，包括这个军事情报军工生产，包括来继续的来动员更多的兵力参战。我想这才是改变现在局势的一个根本之道。好，杨先生，我们注意到有一些分析说，其实格拉西莫夫担任这个总指挥之后无异于被架到火上烤。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个总指挥的角色非常的重要，压力非常大，他的个人的这个军事生涯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您怎么来看？您觉得格拉西莫夫上任之后，他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格拉西莫夫实质上他还是普京的人一个是参谋长，一个是武装力量总司令，相互是有一种默契和一致的关系的。所以这场任命也就是普京对他的重视那么这场任命也同时表明格拉西莫夫要亲自下场来指挥这场军事行动，预示着他将不惜调动全部俄军的力量这表明了俄罗斯政府必胜的决心那么格拉西莫夫未来面临最大挑战，我觉得就是怎么样来尽快的扭转战局，使俄军能够尽快取得军事上的压倒性的优势用这种优势来启动政治谈判。备物资在二战时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此外，索雷达尔靠近乌东地区更大的城市巴赫穆特，该市是通往目前由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半数地区的门户。俄军占领索雷达尔，意味着俄乌双方在巴赫穆特的争夺会升级。我们知道，巴赫穆特对于乌克兰东部战场具有重要意义，是谢贝尔斯克、斯拉维亚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重要交通要道和后勤补给线。关系的雇佣机系统等等。实际上，2022年12月底，俄罗斯国防部召开年度扩大会议时，就针对俄军在俄乌冲突中暴露出的建设短板和能力弱项，提出下一步军队改革调整的计划。俄总统普京在会上强调了加强俄罗斯三位一体核力量的重要性，并宣布为了军队现代化建设，不为军费设限。1月10号。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2023年首次部务会议上表示，将全面更新俄武装部队力量，提升部队作战能力，其中包括尽快将人员装备和武器装备完善到最高水平。俄罗斯这个扩军备战呢，是因为北约在2022年的这个北约峰会上明确是要在东欧地区部署30万的快反部队，俄罗斯呢也要被迫加入到与北约的这个军备竞赛之中。那么俄罗斯宣布，在2023年可能要将部队规模扩大到150万，那这就需要这个重新的要征兵，要这个扩大军区单位这都是要应对来自于北约在西侧在北极地区、在东欧地区带来的这样一些新的安全压力。同时也包括了这个俄乌冲突带来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对俄南部的这些安全压力。近年来，俄军推进的新面貌军事改革，核心是以精干常备部队打赢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此后，俄罗斯通过多轮裁军，将军队员额压减至约100万。
但俄国土面积1700多万平方千米，横跨11个时区，100万常备部队勉强能够执行国土机动防御和境外驻军任务。加之面对北约东扩压力、高加索地区动荡、美亚太盟友领土声索等现实安全威胁，俄军兵力不足问题不断凸显。按照2022年8月普京签署的法令，从2023年1月1号起，俄武装力量员额增加13.7万，达到115万。去年9月，俄罗斯完成30万征兵后，俄军还继续加紧训练兵员，陆续派往前线。在年度会议上，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宣布，2023年俄军总兵力将从约100万增加到150万，并且建议把征兵年龄下限从18岁提高到21岁，征兵年龄上限从27岁提高到30岁。更加充沛的兵力将给俄罗斯未来的战略部署带来更多机动性。绍伊古宣布的另一大重要信息是，为应对北约扩大到芬兰和瑞典，需要建立2个新的跨军种战略地域军团——莫斯科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俄军事编程将由5个军区增加到7个军区。此外，绍伊古还提议组建10个新的师、5个炮兵师、2个空降突击师和3个摩托化步兵师，并主张在俄空天军再组建3个航空兵师指挥部、1个歼击集团和8个轰炸集团、6个陆军航空兵旅。在所有战略方向上组建5个新的军区炮兵师和重型炮兵旅。近期有不少外媒分析，俄罗斯更换乌克兰境内的俄军总指挥呢，意味着俄罗斯正在为加快军事行动、扩大战斗规模做着最后的准备。韩先生，您预判俄罗斯在接下来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当中将进行怎样的部署，又会进行怎样具体的行动呢？现在整个的战场经过1年，基本上进入一个僵持状态。那么在格拉西莫夫将军担任战场总指挥以后，那么俄军如果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那么我觉得可能有3个方向，一个就是重新攻击基辅，第二呢就是看从白俄罗斯方向能不能拿下利沃夫、拿下沃伦州，这样切断乌克兰与西方国家的联系。第3个呢就是能够把顿涅茨克州现在乌克兰控制下的这是一些坚固筑垒地区能够控制住。我想呢，对俄军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补充兵力，另外一个补充这个军事装备。那么只有这2点能够提上去，那么它的这个在俄乌冲突中的地位才能得到提升因为现在确实俄军的这个兵员在前期的作战后，现在面临一定的短缺。那么军工包括它这个武器装备，现在的这个库存也存在着一定的紧张的状况。上周，俄罗斯宣布在乌克兰取得了近几个月以来首个重大胜利，夺取了乌克兰东部城镇索列达尔的大部分地区。那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当中呢，就提到瓦格纳集团的战士完成了对乌军所占领的这个索列达尔城区的进攻。那俄罗斯国防部所提到的这个瓦格纳集团，在俄罗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呢？瓦格纳这个军事集团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私人的军事武装那么有人叫俄罗斯版的这个黑水公司。实际上在这个俄乌冲突当中，瓦格纳集团也是最能打的这样的一波人因为他们拿的这个报酬是相对其他的俄军来说是比较高的。那么未来随着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个展开，瓦格纳集团有可能那么随着它在俄乌冲突中的这个作用也会提升它在这个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力。我们看瓦格纳现在正在利用这次特别军事行动大幅的扩充力量但是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人员构成上良莠不齐有消息说，目前在乌克兰的这个瓦格纳雇佣兵有5万人其中1万是以前退役的职业军人，那么另外4万人都是从监狱中招募的囚犯好，韩先生，我们注意到俄罗斯国防部虽然在声明当中提到了瓦格纳集团，但是外界却分析他似乎在淡化瓦格纳集团在这个军事行动当中取得的成绩。您觉得这个当中有什么微妙之处吗？现在在乌克兰战场，就是俄军的这种俄罗斯武装力量，其实有4支军队、4支武装力量在作战，一个是俄罗斯正规军，一个是这个瓦格纳的雇佣军，还有一支呢是车臣的这种准军事部队，还有一个是顿巴斯的民兵。那么，所以这个战争呢是出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反映了俄罗斯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兵源不足，特别是步兵不足，所以它需要这样一些准军事力量、雇佣军团
民兵来进行补充。但是这些人加入进来以后，这些力量加入以后，就很自然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战场的协调、战场的指挥，能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整体？瓦格纳集团创始人普里戈金呢，跟俄罗斯防长绍伊古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说由来已久，而普里戈金呢，又是被换下来的苏罗维金的支持者。那陈先生，您觉得这一次俄罗斯的换帅事件当中，是否体现了普里戈金和俄罗斯国防部之间的这种角力？究竟是谁占据了上风呢？其实这个俄乌冲突以来我们看到俄罗斯国内的多派的这个政治势力包括军事势力都在那么希望借助俄乌冲突，那么来争取自己那么在这个政治版图中更大的这样的一个份额。那么也包括国防部那么这些传统的这个军事力量他们之间呢可以说一直是存在着一些争夺。那么瓦格纳因为这段时间以来可以说在顿巴斯战场上发挥的作用还是对俄军来说是比较明显那么也起到了那么它传统的这些军事军队那么所起不到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实际上确实是我认为有争权夺势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在里面。那么我想这次俄军换帅那么让格拉西莫夫来担任这个总指挥，实际上也有那么来平衡俄罗斯国内各种势力的这样的一个考虑。那么这场俄乌冲突它导致了俄罗斯多元化军事力量的崛起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瓦格纳雇佣军，还有就是车臣武装而且双方在这个表现的过程中有很大程度是为了私利所以正是他跟国防军的这种爱国意志或者说为国家服务的思想还是有一点偏差，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属于一种单独的力量他们不是一种集团利益集团也就是说普京的这个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保障了长远来看并不会对俄罗斯的这个军事政治格局产生破坏性影响。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已经接近1年的时间。1年来，战事什么时候能结束，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一直是全球最关注的焦点。但是从目前的情势来看，和平恐怕遥遥无期。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空军和海军专家西达尔塔考沙尔分析，未来几个月俄罗斯如何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对乌克兰至关重要。对此，西方已经制定了一些解决方案，例如德国提供了猎豹自行高射炮。西方不断介入，会否使得2023春季攻势更加惨烈？战事升级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一起来洞察关键。Чего вы мне ответите? Я знаю, что контрактов нет на предприятиях. Мне директора сказали. Ну чего вы в самом деле, дурака-то валяете? Контракты когда будут? Я вот о чем говорю. Ну, нет, директора предприятия говорят, нет контрактов. А у вас все сверстано. Ну, вообще-то квартал какого-то. Ну, о чем мы говорим? Мы что, не понимаем, в каких условиях мы живем?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普京神情严肃，言语犀利。这段俄新社发布的视频是发生在当地时间1月11号，普京在2023年首次政府工作视频会议上，因飞机制造企业拖延订单问题，对副总理兼工贸部长丹尼斯·曼图罗夫提出了严厉批评。普京称，现在许多企业都没有收到2023年的订单，时间持续太久了，企业必须了解这些信息，还需要扩大产能。普京没有掩饰自己的不满，他说道：“你不清楚我们当前的处境吗？”最后，普京要求曼图罗夫在1个月内解决合同问题。外界分析，美欧国家被禁止向俄提供民用飞机，就连飞机配件也受到制裁，相应的保险服务和维修服务也遭到严格管控。西方的制裁使得俄航空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此前，普京希望借机挖掘技术、工业、科技等方面的潜力，推动俄航空工业发展发生质变。但是事与愿违，俄罗斯航空工业迟迟没有传出好消息。近1个月，美国不断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并达到空前的程度。在去年圣诞前夕，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了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军援，其中包括爱国者导弹系统。时隔2周，在本月6号，美国白宫再次宣布，美将向乌克兰提供超30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这项援助包括装甲步兵车和运兵车以及榴弹炮。
此前一天，美国和德国共同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其中包括美国的布拉德利装甲车和德国的黄鼠狼战车。不仅是美德，其他欧洲国家也用实际行动表明对乌克兰的支持态度。立陶宛已经承诺向乌克兰运送防空系统，法国承诺将向乌提供 AMX-10RC 轻型战斗坦克，而英国方面也表示将向乌提供挑战者2主战坦克。1月15号，据塔斯社伦敦报道，英国星期日人民报援引国防领域消息人士消息，在英国政府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挑战者2坦克后，还打算向乌克兰提供4架 AH-64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和浴火空地导弹。不过随后，英国国防部对关于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文章予以否认。现在，相关网站已经删除了关于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阿帕奇武器的文章。值得关注的是，波兰总统杜达近日也表态，波兰正准备向乌克兰提供1个连的豹2主战坦克。至此，波兰成为了第1个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的西方国家。豹2主战坦克由德国研制，是一款性能卓越的主战坦克，最大公路速度为72千米每小时，并且具备完善的火控系统，一直名声在外。该坦克曾出口波兰、土耳其、奥地利等国，但是德国在出口该坦克时与采购国签署了禁止转让协议，想要将豹2坦克给别国，必须经过德国的同意。其实，乌克兰早前一直向德国索要该型坦克未果，波兰此次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个连的豹2坦克，立即惹怒了德国。德国政府在1月14号公开批评了波兰的这一举动，称其在未经柏林批准的情况下私自向乌克兰移交豹2坦克是非法行为。德国联邦总理舒尔茨更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希望迫于外部压力就向乌克兰供应主战坦克问题做出仓促的决定。Es wird also nicht dazu kommen, dass in Deutschland aufgeregte Stellungnahmen, schnelle Äußerungen dazu führt, dass wir über so ernste Dinge, die mit Krieg und Frieden zusammenhängen und mit der Sicherheit unseres Landes, der Sicherheit Europas, einfach mal so aus der Hand schütteln。尽管在欧盟内部针对乌克兰的军援存在意见不一的情况，但是欧盟组团要为乌克兰站台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乌克兰基辅邮报本月1号透露，下个月2号将有超过10名欧盟高官会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国政府成员会面，并参加第2天举行的欧盟与乌克兰的峰会。刚刚正式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瑞典表示，欧盟已经为俄乌战争做好长期准备，必要时为乌克兰提供全面支持。消息还透露，届时乌总统泽连斯基将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峰会，讨论对乌经济、军事支持、金融和能源以及乌克兰加入欧盟等问题。对此，乌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对英国广播公司表示，乌克兰已经成为了北约事实上的成员国，并确信乌克兰将获得长期寻求的武器，包括坦克和战斗机。因为现在这乌克兰呢，是不是北约成员国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北约呢，他已经把乌克兰呢是作为一个战场了，他利用自己的先进的武器，那么利用乌克兰人打俄罗斯，把俄罗斯彻底打垮。有评论认为，俄乌新一轮战斗将极其残酷。一方面，俄罗斯接下来会加大军事力量投入，争取把乌东4个已经在法理上成为俄罗斯领土的州拿下来，因为这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不可以败也败不起的。另一方面，乌克兰和北约也没有闲着，现在北约正加速提供装备，同时也在加速培训乌克兰军队。尽管俄罗斯面对的压力不小，但在1月11号，普京指出，西方关于2022年俄罗斯命运暗淡的预测均未成为现实。普京表示，在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实施空前制裁的背景下，是俄罗斯政府所做的工作帮助俄方顶住了国际压力。据悉，普京在去年12月中曾公开对外称，到2022年底，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下降约2.5%。俄罗斯那么实施制裁之后，俄罗斯呢还是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比如说像这个卢布支付令呀，接管西方公司啊，还有这个平行进口合法化呀等等。那么这些非常措施，那么也这个减缓了西方制裁导致的一些严重的后果。西方预测的话，那么俄罗斯的去年的衰退了，可能要达到20%以上。但实际上呢，那么去年的这个俄罗斯的衰退了只有2.53%左右。从这一点上来讲呢，那么西方预测的呢，那没有成为现实的。俄乌冲突还在进行当中，不少分析都认为2023年俄乌冲突升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杨先生，您有什么样的观察？从目前的这个政治和军事态势来看俄乌双方
立场差异太大，都不愿走进谈判桌啊，而且双方都在调动和部署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军事力量啊，欧美呢也在增大力度支援乌克兰啊，这一切都意味着2023年的俄乌冲突将延续甚至升级。乌克兰这个总统泽连斯基已经有了这个计划，就是在1周年的时候要争取召开一个国际的峰会，那么他也提出了乌克兰的和平计划。那么泽连斯基总统主要是想通过1周年这样一个纪念日来赢得世界的舆论的支持，赢得西方国家政府的支持。那么当然他的这个想法肯定会遭到普京总统和俄罗斯政府的激烈的反对。好，陈先生，我们知道，在2022年12月29号的时候，一枚 S-300防空导弹从乌克兰境内落入到了白俄罗斯，而此前的一枚防空导弹也是落到了波兰。那您觉得所说的这个冲突升级，会否包含着地理上的升级，比方说蔓延或者外溢到了乌克兰之外的地方？我认为整体上来看啊，现在俄乌冲突在地理上扩大的可能性相对还是比较小的啊。首先是俄罗斯啊，那么恐怕在目前这个阶段，它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那么来跟再跟这个北约来发生直接的冲突。但是随着这个北约，我们叫这个北扩啊，那么吸纳瑞典和芬兰啊，包括未来北约在东欧加强军事力量，那么其实俄罗斯也是未来会在这个波兰边境啊，包括在白俄罗斯加强这个军力的部署。俄罗斯和北约实际上会陷入一种非常危险的这个新冷战的局面。而且呢，可以说这种新冷战缺乏传统冷战的一系列的这个机制，那么来管控双方的冲突，所以我想这个风险还是存在的。1月初，美国方面宣称将向乌克兰提供30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这是迄今为止单笔数目最大的一次军援。那如此一来呢，自从拜登上台以来，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已经接近249亿美元。那陈先生，您觉得美国要通过这么大的动作来这个拖垮俄罗斯，那他要撕裂俄罗斯的这个目的究竟达没达到？我想对美国来说啊，当然他是很希望，那么通过这次俄乌冲突不断的消耗俄罗斯的国力，但是实际上来看呢，美国也许能完成他的这个部分的目标啊，比如说现在俄罗斯确实经济上还是面临着未来很大的发展的压力，那么军事能力也受到一定的损伤，但是整体上来看，我认为要把这个俄罗斯彻底打垮，这种可能性是非常的低的，因为总体上来看，俄罗斯虽然经济上未来发展呢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现在的这个经济总体上还是可以支持的，尤其是它这个国内政治的稳定啊，国内的民众啊，总体上也是支持这次对乌克兰的它叫这个特别军事行动。那么这样的话，美国想要打垮俄罗斯甚至说打散俄罗斯的这样的企图，恐怕是难以得逞的。为何欧美都支持乌克兰共同来对付俄罗斯？杨先生，您能否给我们讲述一下这背后有哪些历史渊源吗？美国、欧洲30个国家组成了北约北约成员国有着共同的安全利益那么俄罗斯和北约之间从冷战结束之后逐步就形成了一种安全困境，就是说双方各自追求自己安全的举措往往会引发对方的怀疑和安全忧虑，从而双方就轮番升级，不断的各自加强自己的安全措施。而且随着现在北约成员国对乌克兰的这个各方面的援助规模的不断扩大他们在乌克兰的利益也在扩大，支持乌克兰实际上就成为了美欧等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北约的发展要实现的共同的任务了。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多次露面，包括他直接批评副总理，以及急于澄清西方制裁并没有给俄罗斯的经济造成致命的影响。那其实给外界看来呢，无论是面对俄罗斯本国国内的问题，还是俄乌冲突来说，他似乎都非常焦虑。陈先生，您觉得普京在2022年到底面对着怎样的压力？未来2023年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调整？我想2022年普京确实面临着一定的压力那么可以说，首先是他这个军事上他这个俄乌冲突开始之后，似乎这个进展没有他过去所想象的这么顺利。那么后来经济上又是遭到了这个美国的全面的制裁现在据说这个制裁的项目已经达到1万多项那么具体的统计数据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呢，制裁的规模力度还是非常大。那么未来俄罗斯的这个油气能源的出口
那么尤其是卖到它过去的这个主要市场欧洲等等，那么应该说未来这个会面临非常非常大的困难。所以我想2023年啊，俄罗斯会继续的面临这些压力，军事上怎么样来破局？那么目前来看啊，似乎也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那么在未来这个能源出口方面，2023年的难度啊，只会比2022年更加的大，因为新的制裁措施不断的在出台，那么在不断的落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失去了大量的这个能源出口的收入啊，那么未来它这个经济，尤其是这个预算怎么样来维持，那么也是普京要考虑的问题。